认为夫妻之间最重要的应该是什么？坦诚相待吧。你对齐可欣做了什么？用菜刀还有水果刀伤害我老婆。大二频道一大集。2013年11月4日，江苏南京法院门外有一群人举着照片拉起横幅，引来众多围观。照片中的女孩叫齐可欣，4月25日遇害身亡，而凶手正是她的丈夫吉星鹏。当他出现在法庭上，被害人父母无法抑制心中的悲痛和愤怒，不顾法警阻拦，冲上前去。因案件残忍程度和当事人的特殊身份呢，引发了很多关注。那么这起轰动一时的案件到底是如何发生的？我们把时间拉回到案发当天。2013年4月25日早晨6点左右，南京建邺区西堤国际小区的工作人员发现，住在13栋18楼的一位男子满身酒气回到小区，保安打开门让他进来，而仅仅过了1个小时，邻居们就听到有人发出凄厉的呼喊声，一名女性在大声呼救，声音就是从那名男子的家中传出来的。接到报警之后，多位民警赶往现场，这里发生了刑事案件。行凶者正是醉酒状态回到家里的富二代吉星鹏，他的妻子22岁的齐可欣已经倒在血泊之中，伤者马上被送到医院抢救，可最后因为伤势过重，抢救无效身亡。后经鉴定，死者的头、颈、胸部共有60多处刀伤，再算上划痕是70多处。可以说是惨不忍睹。这个案件不仅在南京在全国也是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两人的女儿才过100天，齐可欣还在哺乳期，富二代结婚不到1年，亲手毁灭自己家庭，所谓的流言蜚语，难道就是杀妻的动机吗？网传吉星鹏1989年出生，父母做钢材生意，把产业从盐城转移到南京后，生意就越做越大，多套房产加几千万的身家，也让他们在南京站稳了脚跟。吉星鹏同学对他的印象是家境殷实，出手阔绰，平时很讲义气，但是很有脾气。在上中学后也因为打架而转学，但过度自由的生活让他的追求与同龄人不同，经常在社会上出入一些娱乐场所，时间久了，自然也就没有心思继续读书，早早退学也让他彻底走进了社会这个大染缸。2006年，17岁的吉星鹏就因为产生矛盾，带领多人打砸一家洗浴中心，并因此被刑事拘留过。身为一个富二代，他的生活充斥着各种奢靡的元素，泡夜店、豪车和各种消遣娱乐项目全都会尝试。他曾在个人主页出售2010年购买的保时捷卡曼跑车，这辆车经查询呢，有将近30条违章记录没有处理，说明违法在他的生活中已经是常态。关于他和齐可欣的相识，根据两家人的回忆，2011年，齐可欣从北京回南京老家参加一次同学聚会，在夜场的聚会上就认识了同样到场的吉星鹏。那聊过之后，发现他们曾经还是校友，感觉很有缘，两人留下了彼此的联系方式。齐可欣出生在南京一个普通家庭，齐家作为老南京人，家境也不差，有2套住房。女孩从小就漂亮，高中时期被认为是校5大美女之一。中学时期有过恋爱史而且从这个时期开始就有关于她生活混乱的传言，说她靠自己的外貌玩弄别人的感情。那论坛中一个自称是齐可欣的用户也亲自下场回复，说自己对待感情很专一，男朋友只有1个。但这个时期的论坛还没有开始实名认证制度所以究竟是不是本人回复无法考证。可在一个特定的小圈子已经有了对他的流言蜚语。2009年毕业之后，他考入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上大2回南京参加的那次聚会，让他和吉星鹏结识。由此，吉星鹏展开猛烈追求追求持续了1个月左右，最终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吉星鹏把自己的头像改成了齐可欣的照片，也发动态直接表达对女生的爱意。为表正事，2011年5月，吉星鹏带她见了自己的家人，那女孩举止得体，还给二老各削了1个苹果。他们觉得这个孩子很懂事，很有好感。那吉星鹏也很高兴，出来逛街，他买了把将近2000元的高级水果刀送给齐可欣作为定情信物。那齐可欣也开始和父母透露有个男生正在追求自己。那由此两人的关系算是更进一步。那吉星鹏为了讨女友欢心不断花钱给买各种昂贵的礼物。齐可欣也会经常在主页晒出奢侈品的包包、饰品等等。那这个阶段呢，两人的恋情不断升温，非常甜蜜。
2012年春节之后，齐可欣第一次把男友带回家见父母。在齐家人眼中的吉星鹏很老实，但毕竟对方的家境确实很好，这让他们产生了顾虑。这算是门不当户不对啊。而且据说呢，吉星鹏每月的开销巨大，17岁还砸过一间洗浴中心，有被拘留过的劣迹就和女儿透露过，不是很看好这个小伙，但他是铁了心的要和吉星鹏在一起。他和母亲说之所以对吉星鹏感到放心呢，原因之一就是他长得是有点丑。他认为找老公不能找既有钱又很帅的，没安全感，丑一点的就更放心。扔到外面不会沾花惹草。最主要的，他对自己确实很好。然而，这也并没能打消父母的顾虑。那相比于大富大贵，女儿的安稳和幸福更重要。那目前也只能是让两个年轻人先相处着看吧。可想到只会享受生活的吉星鹏，内心呢还是会有一丝的担忧。两人恋爱后，吉家父母让儿子到自家公司上班，齐可欣也发过陪他上班的动态。定位也是在吉家自己的不锈钢厂。交往之后呢，吉星鹏也不太想让女友再到外面接触那些娱乐场所，所以只要见面就会宅在家里玩游戏。那即便是这样，两个年轻人的感情生活也并不像展现在双方父母面前那般甜蜜。他们很快就发生了矛盾，并且齐可欣还遭遇了家暴。那什么原因你要动手打他？我认为他做过对我不忠的事情。2011年7月，那网传的版本有两种。那有说一名网友突然发来消息称呼齐可欣老婆，另一种说就是突然有人打电话来叫齐可欣出来嗨。这无论是哪一种吧，吉星鹏当时确实非常不满，针对这个事情呢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最终在朋友的劝解下，双方又和好了。那事后齐可欣为了让他感到安心，在自己的左肩刺上了吉星鹏的名字，并拍照发在了自己的社交主页，还和吉星鹏的妹妹在评论区里互动。他做这一切的目的只有一个，让吉星鹏不再怀疑自己。然而这也只是暂时的安稳住吉星鹏的情绪。那其实之后的时间，他的内心已经开始产生变化，这本身也经常出入于各种夜场酒吧等娱乐场所，所以潜意识中认为女朋友也不是那种传统保守的女人在他的圈子里逐渐有关于齐可欣的传言。在圈中朋友们的立场来看呢，或许吉星鹏就是打算玩一下过一段时间就分开了，才在内部七嘴八舌的乱讲话。比如说齐可欣就是常年混迹在富少圈子里的女孩，为了追求物质上的满足，在圈里和其他人也交往过，刚被人甩了没多久就和吉星鹏搞在一起或者是关于她是坐台女之类的风言风语，但都是传言而已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些都让吉星鹏的内心非常矛盾。在一起之后，齐可欣对待这段感情是很认真的这或多或少也能让吉星鹏感到安心，所以两人就一直继续交往。从齐可欣不断晒幸福来看呢，两人关系还是很好的。她自称是超级败家女，衣服多到衣柜都放不下。吉星鹏也把自己名下的保时捷卡曼跑车送给她开。2012年初，女孩发动态说驾照到手以后就可以开车了。她不断秀着自己的幸福，也收获着别人的羡慕。2012年3月，齐可欣回到家里，母亲就感觉她这个状态和神色都很不正常，竟然发现她的手臂上有10多道划伤，一直穿着长袖就是怕被父母看到。在不断追问之下才知道原来吉星鹏怀疑她生活不检点，并摔碎了一个盘子，逼着齐可欣割腕以证自己的清白。然后在争执中，吉星鹏用碎片划伤了他的胳膊，那有的伤口很深他甚至到医院缝了10几针。那这件事情发生后，齐可欣父母坚决不同意两人继续来往，最终是吉家的父母亲自上门赔礼道歉，再三请求齐家人原谅。而且吉星鹏态度也很诚恳打算以后好好工作，好好对待齐可欣。如此一来呢，齐家人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可在原谅了吉星鹏和好之后，两人相处的过程依然是矛盾不断。吉星鹏还是会动手打人，但都会在父母严厉的批评之下向女孩道歉，然后再和好几乎每次的过程都一样。让齐可欣感到欣慰的是吉家父母特别护着她，在平时的生活中对待她就像对待自己的亲女儿一样，这也是让她感到欣慰的地方，一定程度影响到她不断选择原谅吉星鹏的过激行为。在吉星鹏父母来看呢，那两人都是20岁出头的年纪，那吵架闹矛盾呢，甚至有时候激烈一些，都是因为太年轻情绪不稳定的缘故，应该是问题不大随着两人不断磨合，或者是等他们结婚成家以后，那一切就好了。
2012年5月8日，齐可欣母亲接到吉家母亲电话，说2个人已经领证了。这个消息让老两口猝不及防，马上联系女儿。追问之下，他才笑着说出了实情。原来他怕父母不同意，就趁他们不注意，从家里的抽屉中偷偷拿走了户口本和吉星鹏，把结婚证领了。在法律上，2人已经是夫妻关系。这时候齐可欣才21岁啊，大学还有2年毕业。但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状况，那老两口也不得不接受。可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啊，领证只是第一步啊，只有办完婚礼之后，才算真正意义的结婚。替女儿感到担忧的母亲是这么想的，就尽量把婚期往后拖啊，越久越好啊，这样就能用更多的时间去认清对方的脾气秉性。然而这个计划也被打破了。2012年5月13日，齐可欣突然感觉恶心干呕，母亲马上带着她到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啊，女儿已经怀孕1个多月。那这不行啊，她还在上学啊，怀孕就全都耽误了，而且女儿还小啊，就提议就把孩子打掉。那家里的亲属也都同意不要孩子的想法，但同时也说啊，那毕竟已经是领证了，不能完全是单方面做主啊，也需要和对方家庭协商着来。可吉家的立场完全不同啊，觉得这是件好事啊，对2人的未来做出了很多承诺，而且人流有风险，对身体不好。齐可欣还那么年轻，决定啊，马上让2人举办婚礼啊，正式娶过门，把孩子生下来，以后就好好享受生活。那齐家人出于信任，也只好是默许了。那女孩也随即退学，拍摄婚纱照，筹备婚礼。那这里出现了一个插曲啊，眼看婚礼的日期是越来越近，吉星鹏突然离家出走过3天。那其中的原因呢，只有他自己知道。最终是在父母的极力劝说之下，才回到家里。2012年7月6日，他们在南京举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豪华婚礼。我愿意。婚礼上，吉星鹏发誓一辈子爱她、守护她。齐可欣在婚后也曾有过短暂的幸福时光，但这些誓言就如同那些千篇一律的婚礼一般，拘泥于表面的形式之后，转瞬即逝。吉星鹏还是会很敏感妻子是否不忠，甚至对他的每一通电话都要追问到底。这种猜疑之心一直折磨着2个人。婚礼后1个月，2012年8月4日，怀孕4个月的齐可欣回家，又被父母发现她身上有伤痕，耳朵上有淤青，是用皮带抽打的痕迹。齐可欣母亲对这些伤拍照进行记录。而这次的家暴起因还是吉星鹏怀疑妻子出轨。那吉星鹏不知道是什么渠道竟然查询到，在2人结婚前的3月28日，齐可欣和一名姓许的男子有过开房记录。这个徐某2人都认识，是一个圈子在一起玩的。而且吉星鹏说徐某也追求过齐可欣，所以他认为这就是齐可欣对自己不忠的实锤。再结合齐可欣怀孕的日期，正是3月末4月初这个时间段，由此怀疑她肚子里的孩子不是自己的。那这条开房记录呢，确实是真实的。但事实却并非如此齐可欣曾经丢失过身份证，然后去补办了一张，但丢失的那张身份证又被母亲找到，所以属于是有2张。后来他将其中的1张交给了一位平时关系很好的姐姐，帮忙报名一个资格认证的考试。结果这个姐姐在那天心情不好，就约徐某一起到酒店聊天。徐某回忆在登记的时候发现他用的就是齐可欣的身份证。徐某后来也找到吉星鹏，当面和他解释了这个事情，但对于这个说法，吉星鹏是不相信的。这个男的之前跟我老婆就有过交往，你说他怎么可能在跟什么我老婆的姐姐在交往？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俩的身份证同时去开房，然后做出这种解释，一个正常人有逻辑思维的，谁会去信呢？他也找到了岳母家，指责齐可欣出轨自己不能喜当爹，必须做亲子鉴定。那齐家人说，那天女儿就在家里，都没有出去过吉星鹏可以随意调取监控。为了彻底打消他的疑虑，也因为这牵扯到孩子的身世以及家族声誉尽管要承受羊水穿刺、提取 DNA 的痛苦，这个亲子鉴定也必须要做。齐家人到医院交了4000元的亲子鉴定费用。但到了亲子鉴定这一天呢，约定好的抽血时间，吉星鹏突然又表示不做了，在当天玩起了消失。对孩子的事情也不置可否，2个人也在父母的劝解下呢，重新回到了正常的生活。可从这个时期开始，齐可欣会把自己每天的行程全都写在一个本子里，为的就是减少不必要的矛盾。但从2012年8月开始，
齐可欣的这个本子里啊，开始记录各种特殊状况。身为富二代的吉星鹏，婚后在对待感情问题上采用了双重标准啊，一边严查妻子的行踪，自己却出去花天酒地。2012年8月14日，在外面玩，一直不接电话，然后关机，用一个陌生号码打回来，说自己去了夜总会喝酒，晚上9点回家，发神经动手打我。他手机里多了夜总会女孩的号码，一个人发来信息说开房等他，不仅骗人，还动手。这基本就是吉星鹏的生活常态，每天在家打游戏，每月在游戏里的花费就要10几万，然后不断和圈内好友组酒局，晚上就出去嗨。2013年1月，齐可欣生下了一个女儿，本以为孩子的诞生可以让成为父亲的吉星鹏有所收敛，但现实却一再让他失望。吉星鹏在家的时候依然沉迷在游戏中，他在论坛发贴文，重金求购游戏账号，晚上也还是会出去，不知所踪。2013年2月3日12点多打电话给他，说马上到家，声音听起来有回音，一听就是躲在厕所里打的电话，又去了夜总会，不要脸的东西。他还是沉迷于夜总会啊，在外面沾花惹草，甚至还因此染上了性病。万幸的是，经过检查，齐可欣和孩子没有受到影响。为此，两人的矛盾变得越来越严重。吉星鹏依旧会动手打人，但为了孩子，齐可欣只能选择隐忍。一面是丈夫对于妻子的不信任和对孩子的不在乎，这说明吉星鹏的内心呢还是有一个死结没有打开。而对妻子来说，丈夫整天游手好闲，男女关系混乱，多次家暴，还在外面赌钱，最多一晚呢输了30多万。面对这种生活，齐可欣已经开始记录自己的悲观情绪。2012年4月7日，齐可欣的母亲来到女儿家，却发现她的心情非常不好，说着话就会情绪崩溃。齐可欣说她实在受不了啊，必须要离婚，因为前一天吉星鹏又动手了，拽着她的头发拖到地上，还用脚踩她的手。那母亲气得把她带回自己家，并支持离婚，就打算卖掉一套房子，足够给女儿开个美甲店，同时也正式和吉星鹏提出了离婚。到了4月13日啊，正是孩子的100天。由于双方家人事先都邀请了亲友啊参加100日宴，顾及到双方面子问题，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啊，办了一场庆祝的宴席。菜过3巡，酒过5味，看着女儿在亲友的簇拥下那般幸福，齐可欣对于离婚的念头也产生了动摇。又在吉家人的苦苦劝说之下，他又心软回到了吉家。那一切就为了让孩子有一个完整的家庭。然而也正是再一次的妥协和心软，齐可欣彻底葬送了自己的未来。2013年4月24日晚上，吉星鹏外出与朋友吃晚饭，第二天凌晨1点到 KTV 唱歌，同时又喝了很多啤酒。3点多，一行人又一起到大排档吃烧烤啊，连续3个场子，连洋酒带啤酒啊，所有人都没少喝。吉星鹏回忆，这期间呢，有一个朋友又提起关于齐可欣生活作风的问题，而吉星鹏在这些流言的刺激下，逐渐失去理智，他强压怒火，喝酒成了他消愁的唯一途径。清晨6点散场后，吉星鹏带着愤怒和满身酒气回家，惨剧随着他走进家门而发生。那齐可欣一直在家等待丈夫回来，面对妻子的追问，她简单应付了几句，然后反问齐可欣是不是对自己不忠，并质问孩子是不是别人的。结果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争吵中吉星鹏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怒从心起，彻底丧失了仅存的理智，拿来家中的菜刀不断挥向妻子。齐可欣大声呼救啊，惊动了睡在楼上的2老。虽然他们马上下楼阻止，但吉星鹏已经丧心病狂啊，非但没有停手，反而趁着父亲上楼报警，母亲出门喊人的时候，更换凶器，对齐可欣进行了2次伤害，直到她瘫倒在地，没有了生命体征。这个作案过程呢，都是吉星鹏事发后在警局录下的口供，在场的父母也提交了相同的供词，但在半年之后的庭审现场，吉星鹏却当庭翻供。他说，先拿刀的并不是他，而是妻子先到厨房拿的，他是从手里夺刀，并且顺势取下了其他刀具，然后两人继续撕扯到房间，最后开始拿刀伤害对方。具体伤害到哪儿呢？自己不清楚，但是没有再次取刀2次伤害的过程。然而这一切的起因呢，就是当天喝了太多酒听信了朋友的一面之词，再加上发生争吵的时候，齐可欣先拿刀让自己失去理智，才酿成惨剧。就在案发前一天晚上我知道的，说原来他不止跟一个人发生过关系，
他还跟其他几个人发生过关系，这肯定接受不了。然而事发前，所有和他在一起的朋友回忆说啊，好像没有人说过关于齐可欣的事情啊，都已经结婚有孩子了啊。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说，没必要去嚼这个舌根。至于吉星鹏因为什么犯案不清楚，在庭审现场，控方提供了一份材料，是亲子鉴定结果，证明孩子就是吉星鹏的，并非他所怀疑那般是妻子和别人生的。庭审结束前，吉星鹏认为这是家庭纠纷，而且还有一个孩子母亲已经不在，女儿不能再没有父亲的陪伴。如果有可能他会尽力抚养岳父岳母，还有年幼的女儿，还希望法庭从轻处理。我认为我不是被抓获的，我认为我是自首的。好，这是一点。另外还有一点，我认为我不构成故意杀人。然而，当庭翻供、满嘴谎言、推脱罪责的表现呢，反映出吉星鹏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认罪悔罪。所以，齐可欣父母和代理人除了提出相关赔偿外，同时建议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关于女孩抚养权问题呢，双方会进一步协商。鉴于案情重大，法庭决定择期宣判。期间，吉星鹏的父母也曾发过短信呢，请求齐家人看在孩子的份上饶他一命，可遭到了拒绝。齐家人认为这个父母做的也不到位。事发，吉星鹏先后2次伤害齐可欣，两人都没能及时进行阻拦。如今拿孩子做挡箭牌，给儿子保命，实在是无耻卑鄙。而且事发当时呢，还有个细节，吉星鹏当时呢已经是彻底陷入疯狂。齐可欣死亡之后，他似乎还不想收手，拿着凶器想要找孩子。如果不是当时父母在场，可能小孩子都没命了。那这种情况下，你们一家还拿孩子当什么挡箭牌？孩子最应该躲避的应该就是你们才对。案件的性质恶劣至极，吉星鹏的主观恶意极深，如果让他继续活下去，对母女2人都是不公的。2014年4月18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吉星鹏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限制对其减刑。那判决中有一条限制减刑根据该条款呢，缓期执行期满后，依法减为无期徒刑的不能少于25年；缓期执行期满后，依法减为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20年。那加上缓期的2年，也就是说，吉星鹏至少要服刑22年。说的是至少，这还不算之前已经羁押的时间。那缓刑期内，只要吉星鹏表现良好不再有任何违法行为，就可以依法减刑，免于死刑制裁。但是他却依旧不知悔改在狱中因为琐碎问题故意伤害狱友。2017年11月，吉星鹏因在坐牢期间5次伤人，南京中院以破坏监管秩序罪判处吉星鹏有期徒刑3年。那吉星鹏已经上诉，一旦判决生效将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撤销缓刑，对吉星鹏执行死刑。那吉星鹏的结局究竟如何？现在除了2家人之外，很少有人知道。也有网民在法院官网留言询问最终结果，得到的回复是不予公开。如果非要大胆猜测一下呢，吉星鹏应该是会被执行死刑。首先，他确实触发了死缓的相关条例。那死缓对于罪犯在缓刑期的要求就是4个大字：表现良好。但是他不堪改造自己作死，好像没有再网开一面的理由。其次死者家属也曾经在社交平台建立账号。如果到了这种程度还继续被宽容，那他们应该不会这么久以来还一直保持沉默。那事发后对于事件的讨论有很多，网络上有很多痕迹可循，不难看出在事发后很多人对于死者的恶意还是很深。关于齐可欣生前的生活作风问题被大肆渲染，即便是人都已经没了，他们都说自己是圈内人，知道真相，但好像没人知道，流言也是一把杀人刀。从现有的资料中不难看出吉星鹏的人格缺陷没有受过系统的思想教育，加上父母的过分放纵，心智不健全的年纪却拥有丰厚的物质，挥霍无度，没有任何人格上的魅力，所有的关系都是靠钱换来的。钱帮他解决很多问题，成为别人眼中的胜利者，也可以让他成为虚拟世界的焦点，但这无法填满他内心世界的空虚。逢场作戏的朋友和恋人们让他难以分辨真假，自负、自我敏感、多疑、焦虑、暴躁、冲动，造成了他的偏执型人格障碍。他知道自己的圈子里每天都在上演怎样的剧情，他知道这里的人际关系是不干净的。他对于齐可欣的猜疑和暴怒，其实在内心深处否定的是自己的世界，排斥的也是自己的人生。他无法接受自己的妻子是不干净的，这就注定着婚姻会以失败收场，那也就代表着巨额的财产分割。很多因素都让他陷入疯狂。
这份偏执和对生命的蔑视，最终让他迈向万劫不复。那庭审现场，检察官曾经问过吉星鹏，你认为夫妻间最重要的是什么？他的回答是坦诚相待，而他婚后混乱的生活和这4个字完全没有关系。这个回答只能说明他的防御心理很强，还是在找借口，暗指死者生前不忠，佯装自己是弱势的一方，尽可能的给自己的行为增加合理性，很符合一个怂货的表现。其实从第一次家暴开始，就注定2个人都已经没有机会了。爱一个人就是无条件接受对方的一切，包括他的过去和不确定的未来。动手的那一刻，爱就已经不复存在。大多家庭暴力施暴者都有人格障碍，而且家暴的本质就是控制。两性关系中，无论用怎样的方法想要控制对方，都是病态的体现。畸形的爱不是爱。无论男女切记家暴不是家庭纠纷，而是违法行为，情节严重就是犯罪。纵容家暴就是纵容犯罪，只会变本加厉让自己受到伤害。没有问题不大，只有出现问题。家暴没有一时冲动，只有无限循环。永远别把自己的安全依附在别人身上，更希望所有施暴者都能受到法律的严惩。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到最后别忘了点赞、订阅、大家，我谢谢你了，拜拜。